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要聊一个发生在大洋彼岸的奇葩事儿。这个事儿离谱到什么程度呢？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愣是把这个标题看了3遍，以为自个儿这个眼花啦。小偷被抓后竟然把见义勇为的市民给告上了法庭。这剧情编剧都不敢这么写。说起这个意大利，你脑子里面第一个蹦出来是啥？是这个罗马的斗兽场、佛罗伦萨的艺术，还是米兰的时装周呢？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还会想到一个地方——水上威尼斯。哎呀，那地方真的是美的跟画儿一样啊！小船贡多拉在这个水箱里摇啊摇，两岸呢是这种五颜六色的老房子，这游客们喝着咖啡，喂着鸽子，那叫一个浪漫，一个惬意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梦想着要去那儿打个卡。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诗和远方的背后它藏着点苟且。啥呢？小偷，或者说专业点叫扒手。威尼斯的扒手那可是出了名的猖獗简直就是当地的一大特色。这多到什么程度你走在街上到处都能看到小心扒手的警示牌。据说这帮小偷都猖狂的到这个教堂里去作案了，趁你祷告的时候下手。还有更狠的直接上胡椒喷雾，对着你的脸滋一下，趁着你迷惑赶紧抢东西。哎呦喂，这哪是小偷这简直就是明抢了。这游客被偷了，一般都是自认倒霉毕竟人生地不熟的，这报警也麻烦可是当地这个老百姓受不了了这帮贼把我们家乡的名声都给搞臭了，游客都不敢来了，我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这个警察呢，好像也是管不过来，这个人手不够法律流程又长，那咋办呢？威尼斯市民那也是有血性的忍无可忍的就无需再忍。于是呢，一群勇敢的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巡逻队。这个名字也是起的特别有意思，叫不分心公民。这不分心公民是干啥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民间反扒大队。领头的是叫一个莫妮卡·波利的，一个特别有正义感的大姐他们这群人有的是这个商店的老板，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退休的大爷。他们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凭着一腔热血，想让自己的家园变得更加安全。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挺直接的就是几个人一组，就在那些小偷最喜欢扎堆的旅游景点溜达。他们的眼神可尖了练就了一身火眼金睛的本事，专门就盯着那些鬼鬼祟祟、眼神乱瞟、手不老实的人。一旦发现有这个小偷准备下手他们就立刻冲上去。不过他们可不是直接动手抓人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没那个权利。他们有2大法宝：嗓门和手机。那看见小偷了，他们就扯开嗓子的大喊，用意大利语喊：注意啦，有小偷！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在一个人挤人的小巷子里，一个游客呢正在陶醉的看着风景，一个小偷的手正悄悄的伸向他的背包。突然之间，平地一声雷，有小偷！那小偷当场就懵了跟被这个聚光灯打在脸上的演员似的，这个手他就僵持在半空中，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这游客一回头也要吓一跳赶紧捂住自己的包。这帮不分心公民一边喊一边拿这个手机对着这个小偷就是一顿猛拍录视频，把他们这个脸是清清楚楚的拍下来，然后呢就发到这种社交媒体上，给他们来个公开处刑。这招还真是管用，很多小偷被他们这么一搞，生意做不成了只好灰溜溜的跑掉。莫妮卡大姐他们就跟这个城市的移动摄像头和人肉警报器一样，威慑力相当大很多游客都特别的感谢他们，觉得他们是威尼斯的守护神。那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解气特别的正能量，觉得这是一个官府不管百姓管，英雄就在我身边的好故事？别急，故事要有这么简单我今天也没必要花这么长时间跟您唠了。这真正的骚操作来了一些被这帮不分心公民逮个正着，并且拍下视频的小偷，可能是觉得这个生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忍无可忍了。他们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儿，他们把不分心公民给告上了法庭。你没听错，小偷去法院起诉抓他们的市民。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恶人先告状啊！他们的理由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我给你学学他们那套理论啊！这帮被抓到的小偷嫌疑人啊，振振有词地跟法官说：法官大人，我要告他们，这帮所谓的公民，他们凭什么拦住我？他们又不是警察，他们这是非法拘禁。对，他们俩还拿着手机拍我，经我同意了吗？没有，这是侵犯我的肖像权，我有人权。还有啊，他们天天在这个街上盯着我，跟着我，我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这叫什么呀？这叫跟踪，这叫骚扰，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好家伙啊！我听完这话啊，血压都上来了。看到没？一个贼在偷东西的时候，被一群见义勇为的市民给拦下了。结果他反过来告市民侵犯他的人权、肖像权，还说人家跟踪他。这就好比啊，你家大半夜进了个贼，你拿着棍子把这个贼堵在客厅了。结果这个贼呢，反手一个电话报警，说你非法持械，恐吓他。还说你家的门槛太高，进来的时候把他给绊了一跤，得赔他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这叫什么事啊？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啊！消息一出来，整个威尼斯都炸锅了，舆论哗然啊，老百姓都懵了。这世界到底是咋的呀？我们做好事抓小偷，怎么到头来我们成罪犯了？关于普通公民到底有没有权利制止罪犯，以及这个权利的边界在哪儿的讨论啊，瞬间就吵翻了天。那这事一闹大啊，官方也得出来表个态啊。这威尼斯当地的警察局长也是出来说话了啊。他说的吧，也挺无奈的。他先是肯定了市民的热情，但是紧接着就说了，普通公民终归是不能越权执法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的心啊是好的，但是你们不能干警察的活啊。但是呢，这位局长也是特别的坦诚啊，他承认我们现在确实也头疼，因为这个国家在这方面缺少明确的法规，导致我们很难有效应对这种情况。你听听啊，这话说的多有水平啊！那翻译过来就是兄弟们啊，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干的事从道义上讲没毛病啊，但是从法律程序上讲啊，你们确实有点越界了。可是我们警察也没辙呀，这个法律本身它就有漏洞，我们想管也缺个得力顺手的工具，所以现在这个事呢就卡在这儿了，挺尴尬的。那咱们的英雄那个不分心公民的代表莫妮卡大姐，她能服气吗？他当然不服气啊！他对着媒体就开炮了，话说的那叫一个愤慨。我们是站在法律一边的，我们是帮助警察的，帮助这个城市的。结果呢，莫名其妙的，我们都成了罪人，这还有天理吗？是呀，这还有天理吗？这不光是莫妮卡大姐的疑问啊，也是所有有良知人的疑问。当然了，这么大的舆论热点，意大利那些政治人物那肯定不会错过，他们也是纷纷跳出来，抓住这个机会，开始提各种建议，试图推动一些司法改革。你比如说，这个威尼斯市的市长他就呼吁啊，得赶紧任命一个特别法官，专门处理这种扒窃案，而且要给这个法官特权，可以立即拘留嫌疑人，最多关12天。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现在啊，处理小偷的流程太慢了呀，这抓了放，放了偷，得用重点，快刀斩乱麻。还有这个威尼托大区的主席，他提了个高科技的办法啊，他说应该由市政当局掏钱给那些惯犯，就是屡教不改的那些老油条，每个人的脚上呢都带一个电子监控手环，你去哪儿呢？我们在后台看得一清二楚，看你还怎么偷。这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意大利的司法部的副部长，他把这个目光看得更远。他发现很多小偷都是带着孩子，或者是让这个未成年的小孩去偷，因为这个小孩他被抓了，他也判不了刑啊。于是他就提议要对那些鼓励教唆未成年人去偷东西的家庭进行严厉的制裁。如果这个情况特别严重，甚至可以直接取消父母的监护权。这招可以说是釜底抽薪了。你看从这个市长到大区主席再到国家司法部，大家都在想办法出主意，这说明啥？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莫妮卡大姐和她的不分心公民们用自己的行动硬生生的把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顽疾推到了聚光灯下。但是嘛，这些提议听着都挺好的，可是实施起来呢，难呀。修改法律、增加预算，那都是一套非常漫长和复杂的流程，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这报道也说了，在更加明确的法律细则出台之前，
这个意大利现有的法律框架漏洞它是依然存在的，这就意味着莫妮卡大姐他们这帮见义勇为的市民，很可能真的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甚至可能真的会败诉，要赔钱。那些职业扒手呢，他们将继续逍遥法外，甚至可能更加嚣张。你想他们现在手里有了新的武器法律，以后再被抓到，他们可能都不跑了，直接就掏出手机反拍你，然后直接理直气壮的跟你说，你别动我啊，你再拍我就告你啊，我的律师会给你发律师函的。你说这事儿上哪说理去啊？所以今天跟大伙儿聊威尼斯这件奇葩事儿不光是当个乐子听，它背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可能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当这个法律和秩序的保护网出现漏洞，那不能100%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普通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应该怎么办啊？是像这个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像莫妮卡大姐和她的不分心公民一样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方式去维护正义，哪怕可能会因此惹上麻烦，甚至被反咬一口？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法律是神圣的，程序正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支持以暴制暴的私刑，但是同时道义和良知也是我们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到最后保护的是坏人，那惩罚的是好人，那这个法律是不是本身它也出了问题，需要去反思和修正了呢？威尼斯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法庭的判决也没下来，但是他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个醒。我们希望最终的结果呢，能给那些勇敢的不分心公民们一个公道，也希望他们的努力能真正的推动意大利法律的完善。我们更希望在未来当旅客去这个威尼斯旅游的时候，能真正的不分心，放心的去欣赏那里的美景，也不再需要提心吊胆的捂着自己的钱包。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香兰，我们下期再见。